好。对，来，明天有炒的不？哦，炒到未了啦。啊，我整做因为虾，你知要点唔点？迄因为虾哦，大水无大好，叫咱来做虾干哦，真好料的。好了，有因为嘞。哦，你做咧啦，好咱来去讲啊。哎，你这高油水啊？啊。干，好咱来。这基隆公园要帮忙，你怎么有空到这边来？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，昨天刚交接出去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，我是你的直接上线，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，准时准点，不能有任何的意外，能做到吗？海上接驳啊，这怎么能保证啊？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，确定位置很难呢，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。我知道，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。啊，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？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，不是更安全吗？他的船太大，生进无处，怕偷渡查得非常严。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看啊，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，也相对比较安全。这个位置倒是可以，哎，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？这样子，你先离开，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，好吗？我保证完成任务，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，好吗？好，交给你了。哎，保重，小心点啊。吃饱了？我吃饱了。吃饱了跟别上了，姐给你补课位。走。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。我以前不像。以前像军阀。于迅，我知道你身为次长，有诸多的无奈，我能理解。进城是我们的遗憾，韶城和兰城在大陆，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学城和建成就在我们眼前，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，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。对，还要护他们周全。很好听，只是，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？我想家了。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哭了。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，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，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。我想我妈妈了。
咱妈今年主意是好，一会儿就卖光了。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，那云贵川爱吃，陕西、山西也爱吃辣。多少来着？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？是啊，哎呀，咱妈真厉害。那你说，我今天也这么厉害，赚这么多钱，你不家里孩子都是……哎呀，你别捣乱，数到哪儿了？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。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。没问题，这不是明天的事儿。赶紧睡觉。哦，对了，阿菊啊，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我想呢，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，这样呢，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，是不是？然后离得近呢，也能互相照顾一下。你们看呢？哎，不行妈，您只有特别通行证，没有户口，租不了房子。哦，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？常常，妈是这样，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，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，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，贵得离谱，是吧？哦，就是呀妈，家里挤得下，花那冤枉钱干啥？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。哎，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，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？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。没关系的妈，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。对，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。我吃好了，你们吃吗？我们也吃好了，来。妈，谢谢您在长城做生意赚钱。咱不是一家人吗？瞎客气什么？你如果不忙的时候，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，这样的话，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。现在世道乱，他压力大，对不对？谢谢妈，您来了真好。哎呀，别客气了。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。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是，按理说这个点儿，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。难不成搬走了？不会吧？这么久的邻居了，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，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？不知道，我走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哎，主任，忙着呢。主任，哎，走。主任到。干嘛这火急火燎的？送通话记录单，又去保密局？哎呀，就他们事儿多，3天2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，你说哪有那么多凤谍呀？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，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。总裁不都说了吗？现在反共防谍，重中之重，我们只能照办呐。主任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。哎，对，我刚好也有事儿要去趟保密局，我这替你捎过去。那太谢谢主任了，我先回去忙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拿份日报。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？应该的，兄弟单位嘛。他就来我家喝过茶，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谍？
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。半个月之前，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。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，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，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。那是当然，当然。那叶处长，你先忙，我先告辞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以后跟你说。那聂副官呢？聂副官，走。干嘛？怎么样，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？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，要调整总体部署。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16兵团调往重庆外围，卢广文第15兵团到南川布防，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1军东运至重庆，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。解放军多路突进，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、川北、川南间频繁调兵，部队疲于奔波，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。先别高兴太早。乌江彭水解放后，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4道防线，修筑工事居高临下，而且第4补给区正迅速准备，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。刘邓在全力追歼宋训练兵团。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，让解放军早做准备。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1个月了。按理说应该到了呀，不能这么被动下去，我们只能等2天。2天之后，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，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。等将来台湾解放了，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。哎，怎么样？对聂副官有进展没？别胡说了，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？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，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请他吃个饭？哎，可以啊。那我请他吧，毕竟我闯的祸嘛。咋了？生气了？咋了？我俩一起。平日里面都见不上，怎么请啊？你做点小菜给他送去，他不好意思拒绝的。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，又能名正言顺地跟他独处一室了。他是福州人吧？哦，那边的菜我不会做。哎呀，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。重庆菜他吃得惯吗？你管他呢，心意最重要嘛。妈，您看我吃这么长，是不是就差不多了？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。哎呀，好久都没织毛衣了，但还是您织的好，还是跟外婆学的呢。阿菊啊，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？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
在插播一条消息：泰山呼叫东海，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，请记录2917、9716、4726、2951、871。完毕。1小时后重复一次。交通员到了，就赶快去安排灯泡。等寻人启事，在全民日报上，同时继续收听，关注这个频段，好，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。我现在就着手准备，你明天一早过来。好。李委员，有事吗？聂副官，我和甄娃想要请你吃饭，你老说没时间嘛，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。甄娃她有事情，我怕饭菜凉了，我就先拿过来了。作为谢礼呢，可能太寒酸了，希望你别嫌弃啊。举手之劳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事吗？你吃饭的时候，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儿歌吗？你的收音机呢？收音机那么贵，我哪买得起啊？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。没事，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，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。然后等你吃完饭，我来取餐盒的时候，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。好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我帮你打开。谢谢。聂副官，是饭菜太辣了吗？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。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，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。是啊。冬天呢，在我们老家，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，说能解暑；冷天嘛，也喊我吃海椒，说能驱寒。哦，你哥哥是做什么的？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，殉国了。
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吃好了，谢谢你的家乡小菜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，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？哦，没有。你再吃点嘛，要不我先回去吧，您慢慢吃，多吃点嘛。我先回去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我吃饱了，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。阿头，看看去。你也哥哥，你吃好了啊？练习来了。师母，吃早饭了没？老师，还没呢。就知道你没吃，快吃吧。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妈，我也吃好了啊，上水你也吃好了？要迟到了呀。小钱，小钱，寻人启事登了吗？登了，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。学成要上去，你赶紧送他一趟吧。我想了一下，把陈太太约在店里招待所。哦，那边还没有腾退吗？学成，带俩鸡蛋，车上吃。哎，我要迟到了。学成，你别跑。没有腾退，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，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。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。怎么买了2份一样的《全民日报》啊？买了1份，老板给了2份，来，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。啊，谢谢。来，宝宝。妈，吃饭了。好的，马上。黄包车。哎，来来来。
纪念旗。你好，这是3号房间。请进。谢谢。对不起，我可能走错地方了。您没有走错房间，陈太太，请坐吧。您是东海同志？一路上都顺利吧？啊，总算见到你了，东海同志。你放心吧，我一路走过来，我觉得非常安全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那就好。您看上去好年轻啊。是这样，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。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，喝口茶，等会儿去也来得及。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，希望您谅解。好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。那我就不做了，我先告辞了。陈太太，一定注意安全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啊，对了，这个我不应该带走。再见。陈太太，正好顺路，要不要我送你一下？好啊，谢谢谢谢。请。陈太太，您等我一会儿。好。先生买烟是吧？好的，妈妈。好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哎。您可以抽烟，我对烟味不嫌弃的。陈太太，我不吸烟的，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，所以停下来看看。哦，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，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。啊，师母是谁呀？哦，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，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搬走了，所以应该没人打扰。哦。哟，吴司长，您还真在呢。哦，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，我就过来看看。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？哦，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。你怎么也没搬走啊？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？嗨，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。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？结果广州一丢，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。他们趁我不在，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。那是你眼光太高了。
你眼光稍微降低一点，你明天就能搬家。哎呦，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。段厅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房子乱糟糟的，我就不请你进来了。哦，吴司长，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，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。哦，那进来吧。好，哎。陈太太，我就送您到这里吧。前面这一栋2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。你不上去吗？我留在外面，这是纪律。好。您呐，可真是庸书百成啊！您搬家剩下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。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长话短说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司长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得跟您好好说说。您坐，您坐。啊，这次去重庆啊，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。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，您呢又一直不在。前阵子呢，我来找过您几次，您都不在。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。您出访香港，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，非但没能给您分忧，还闹出了新闻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。但是今天，我代表我们2厅向您负荆请罪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没关系的啊。不，司长。司长，您不计较，那是您着眼大局，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，防微杜渐。哎，不过这话呢说回来，您做司长，您说保密局，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。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，您品品，啊？他这是承认错误、解决问题的态度吗？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！我来。请问，您找哪位？还能找谁呀？当然是您太太了。哎呀，这么多年的姐妹了，你说说，搬个家都不告诉我，他人呢？哦，您是内子毕奎的朋友，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？没有说呀。哎呀，你说说，我跟毕奎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快请。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？啊？准备不跟我来往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想了半天，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。我想问一下啊，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，他不高兴了？哦，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，但那都是小事儿，啊，最近很忙，估计一忙就忘了，您请放宽心。哎呀，你说说。他们告诉我，说毕奎不高兴了，我这还不相信呢。没想到是真的。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。因为那天去的人呐，都抽烟呢，所以毕奎他不喜欢闻烟味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才不叫他的。这事儿真不怪我呀。你说，司长，您有客人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好，慢慢聊。好，慢慢聊。慢走。哎，好。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毕奎解释一下啊？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。
海同志，我是陈太太，朱峰。朱峰同志，欢迎你，叫我吴石就行。那位是国防部2厅厅长，特务头子。危险吗？没事儿，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，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。这是万先生、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。我给你倒点热的。不用不用，够了够了。你有亲戚在警务处？是，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。女儿是文职，不懂业务；女婿一直干电讯。戴笠飞机失事以后，军统裁员，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。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，我跟他们一起住。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？接上了。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，时效性非常强，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，事不宜迟。这是一个胶卷，很小啊。内容太多，纸张不太方便。如果遇到意外，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，敌人不会知道内容。明白了。还有，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。另外，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。你刚才反应很快，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，可以去我家接头。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。没问题，我的身份很灵活，只要您方便就可以。好，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。哦，我给您留一个电话。白天打就可以。我女婿上班不在家。让我副官念喜送你，车在楼下。记住，是他会给你打电话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告辞了。再见，陈太太。